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春阳讲堂。我这个由于忙搬家，很长时间没有更新了，今天有空带大家看一看我到底做了些什么。我是5月6号搬到这里的，建这个菜园的话，黄地上建起来刚好7周。我们看一看，首先看果树，栽了30几棵果树，成活都很好，有苹果、李子、樱桃，还有无花果，大概7、8种。下边就是菜园，可以防兔子、防蝼、防老鼠的各种小动物的围栏，保护我们的胜利果实。我们进去看看有些什么菜。这霍兰豆又可以栽了。我是3月15号育的苗，然后5月6号搬家搬过来，在5月15号育栽的。这霍兰豆已经栽了3周了，还不错。我们再看看这边，同样的霍兰豆，但是呢这个很矮，什么原因呢？就是这边是采苗吃的，那边栽豆吃就没采，所以采苗吃的矮一点。而且的话，现在采苗天气热了以后衰了以后，我们在里边种进了西红柿，马上豆苗拔了，西红柿就可以出来了。这边这个辣椒又结了，不错。辣椒的话是3月20号委托朋友育的苗，然后5月20号育栽的，已经采收了1次，结果结得很好。这瘸子一天一个样，长势不错，有2个品种的瘸子。秋葵开花，说明很快结果了。有2种秋葵，紫秋葵、绿秋葵。再看看我们的重点西红柿，这个西红柿真的大量开花，蛮不错的。里面大概有5个品种，这个比较好的西红柿品种都有了。这也是在3月中旬请朋友育的苗，然后5月20号育栽下去的，几乎是一天一个样。这个就是我太太最喜欢种的百合，快开花了。那百合也是随着我们搬家搬过来的。2棵小葫芦苗，葫芦苗的话已经开始开花了。这里结一个小葫芦，是可以吃的那种葫芦，还可以做观赏。藤马上爬起来了，希望以后这个做一个葫芦的汤哦。这韭菜割了5、6次了，这也是随着我们搬家搬过来的，就从原来菜地里面挖出来后，这个5月20号菜地好了以后马上栽下去。这边种了玉米，玉米地里间种了红苋菜，这样的话它有个什么好处？很多人会觉得是不是太密啊？那以后苋菜长大了怎么办啊？这个红苋菜是吃苗的，差不多20公分左右吃苗，那个时候玉米长高了，就空出地来给玉米。这个是我最喜欢的藜蒿，它有很多这个保健功能，风味也非常好，也是随着我们搬家搬过来的。5月30号左右，这边土铺好后栽下去的，采过1次，现在又出来这样子了，不错。就让它长吧，长了以后明年就会是非常好的藜蒿。这豆角，豆角的话我们种了4个品种，白不老、九粒白、紫豆角，统统都有了。这一块的话就是小朋友非常非常喜欢的草莓，也是随我们搬家搬过来的。
5月底才种的，那采收已经采收了3周了，不错。这第2年的草莓，这个的话，可能有人会问说要种这个，这个倒是防止鸟或松鼠来偷草莓吃的。这个草莓只给小朋友吃，不给这个小动物吃的。这边地里就种的比较多，种了大叶菠菜，还种了麻叶青，罩子里面还种了人参果。那大概有1个月以后才有一点模样。这就是花。我们菜地里面为什么要种花呢？多种一点花，不仅可以增加这个景色，更重要的，它能吸引蜂类到我们菜园里面，增加这个授粉。大家也许注意到了，我们花园种了大量的葵花，那怕不怕松鼠？现在不怕了，因为我这个围栏有这个很好的保护。葵花的话，它授粉这个是一种非常好的蜜源植物，蜂类特别喜欢，特别是授粉授得很好的那个雄蜂。我们在这个菜地中央做了一个小花园，这个玫瑰花30几棵玫瑰花，绝大部分长势都不错。玫瑰花的话是在5月底，大概是5月28号栽的，成活率100%。栽玫瑰花的目的，当然第一个美化花园，第二个的话，同样它的作用就是可以吸引这个授粉的昆虫到我们的花园里面来，增加授粉。当然附带的效果就是什么呢？如果想送这个太太玫瑰花的话，那整个夏天这个太太想要几朵就采几朵，99朵玫瑰都可以送给她。这是我太太种的睡莲，她非常喜欢睡莲，有花苞了，快开花了。所以我们在种菜的时候，也不仅仅是种菜，还考虑到环境的美化，多种蜜源植物，有利于这个蔬菜的结果。这几棵花菜有白花菜和那个宝塔花菜，一点斑点都没有，叶子壮壮的。它取决于什么？它取决于我的用肥。这个土壤活化剂 Grow Delight 的功效在这个发挥的非常非常好，颜色正，不缺肥，长势壮，也没有虫子。这就是辣椒，3月20号请朋友育的苗，然后我们5月20号就栽的，有结过一部分果，这个现在结果结的比较好，这个品种是非常好的一个品种，来自一个种菜能手老王，要谢谢他。我们这边来看看我们的瓜，已经收了1周了，很多西葫芦，我们采2个，这个产量很高。西葫芦的话，这个育苗是在5月10号左右育的苗，然后它来得非常快，现在很多果。通常大家这个种西葫芦的话，会有这个公花或母花这个比例不协调的问题，叶子太多的问题。我们这个公花比例、母花比例非常好，所以它结实结得非常好。今天早上才采的，现在又长了跟小碗一样大了。西葫芦要吃嫩，吃嫩风味好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2个品种的这个西葫芦，黄金西葫芦，还有这个圆形的西葫芦。这边就是我最喜欢种的坎瓜，小坎瓜已经开始出来了，要让它上架子。上架子的话，我们上架到2米高溜大瓜，小瓜的话20公分长就给它吃了，相信会很丰收。这里是小朋友最喜爱的西瓜，2个品种，一个黑西瓜，一个是红的无籽西瓜，这个也是一天一个样。通常大家觉得难种的苦瓜，2个苦瓜品种，一个是白苦瓜，一个是苹果苦瓜。苹果苦瓜长势稍微小一点，它已经上架了，爬藤，进入快速生长期。丝瓜呢比较喜欢热，台湾苹果丝瓜或长丝瓜。那我们现在就还给它住在这个暖和的地方，
让它上架以后，再把这个塑料薄膜拆了，就很好了。这边就是我们的长江豆，红色的长江豆。这个的话来得晚一点，应该到8月份、9月份才会大量的结果。这个就是著名的桂粗南瓜，已经开始抽藤，小瓜已经出来了。大概2、3周以后会开始大量的开花结果。桂粗南瓜的风味是南瓜当中最好的。这黄瓜，很多人种黄瓜说黄瓜有黄瓜虫，但是我这里的话，还没有见黄瓜虫的踪迹。诀窍在哪里呢？我们打过这个硅藻土粉，打过1次，每周1次坚持，应该可以避免这个问题。还有种这个羊角蜜，类似于这个甜瓜，长得个头跟这个黄瓜差不多。白不老豆角上架了，3角形的稳定性，因为种了很多豆，需要这个架子，没有这个不可能买那么多这个杆子来，那就地取材，在我们的树林子里面，取了一些树枝来搭起来，这个3角形的稳定性会很稳。这个紫豆角也是非常好的，质地好，嫩，结果多，豆荚长，产量高，所以这个给它的价值也非常高。然后到了佛手瓜，我最喜欢种的佛手瓜，我看一看3窝，都开始爬藤了，要上架。它前期喜欢热，要给它增温保湿，所以这是我们做的这个增温保湿的东西。说到增温保湿的话，很多人觉得很复杂，其实这非常简单，用 wire mesh 做成一个笼子，然后再用透明塑料薄膜围起来，顶上的话根据天气情况，热了就打开，冷了就关起来。这根藤是很粗壮，我的计划是这个佛手瓜的话，今年要收大概1000个左右，这边藤就很多，已经可以见到这个花的雏形了。这个佛手瓜的架子用这个带孔的角铁打的，稳定性非常好。它的最大的优点就是成本不高，然后打起来非常快，拆卸也容易，那稳定性还是很好的。好，看看我们的鸡怎么样。这个鸡跟人很熟悉啊，有蛋，我们来捡蛋了。这边1个、2个，哦，有3个。这也有3个。已经是第8个鸡蛋了，第9个，不错不错，12只母鸡生了10个蛋，一天10个蛋。这个养鸡的好处，在菜地里面养鸡的好处，其实好处非常多。它找虫子找得很厉害，我们再养熟悉一点，这个菜再长高一点的话，人在的时候就可以给它放出来找地里面的虫子吃。所以对控制虫子的话是很有好处。大家通常非常头疼的这个剪刀虫、潮虫、千足虫，在鸡的面前都不是回事，那可以控制下去。另外的话，我们这个很多菜鸡其实非常喜欢吃的，我们在这个整枝修叶子头，就可以拿去喂鸡，这是第2个废物利用。那第3个的话，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？我们养了鸡以后，可以做到这个不从外边买肥料。利用里面的这个鸡产生的这个肥料，就可以提供我们菜地的使用。我这个菜地今年因为这个地方宽，可以做大一点，目的就是要做到真正的轮作。然后的话，通过轮作，通过养鸡控制虫子，做到无农药、无化肥的种出这个我们喜欢的蔬菜出来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随时